你好，星期六再次赢得收视率。杨紫的出手挽救了何炅的事业低谷。在录制《渴望生活》时，张艺兴问何炅：“他们这个年龄最怕什么？”何炅沉默了很久，才告诉张艺兴，在他这个年龄段，最怕得到，最怕失去，更怕失去控制。当张艺兴准备再问时，黄磊突然插话，唱起了歌。我知道是这样的，就像做梦一样。当时青青看到这一幕，还不明白何炅老师为什么一下子这么伤心，直到我看到蓝河坝上有人快乐营和快乐家庭，我突然明白了何炅老师在害怕什么。自从他进入湖南卫视后，他就一直担任快乐大本营的主持人。这个节目不仅成就了他的人生，也是他生命中的一部分。但是这个节目突然被取消了，这个快乐的家庭突然被拆散了。对于何炅来说，这件事还是有不小的打击。更大的打击是，虽然何炅很快依靠新的综艺节目《你好，星期六》占据了星期六的黄金时段，但是这个新综艺节目的收视率并不理想，口碑也没有增加。没有收视率，没有幸福的家庭，可以说这段时间确实是何炅事业的低谷期。但随着杨紫的出现，这种情况确实瞬间改变了。杨紫的出现让何炅的事业更上一层楼。炎炎夏日你好，星期六迎来了暑期策划季，而这次暑期主题最大的修改就是邀请杨紫做你好，星期六的常驻嘉宾。看看杨紫出现后的收视率吧。杨紫一出场，收视率不仅瞬间飙升，而且还夺得了同期卫视的第1名。最重要的是，这个综艺节目的口碑和热搜也冲了上去。无数人在说这档综艺节目有这样的味道，无数人在说这档综艺节目要成为国内综艺节目的天花板。除了杨紫的人气，还有什么原因呢？看了2集《你好，星期六》后，我找到了答案。第一，节目的主题引起共鸣。谁是本季郎姐最大的黑马？其实是王心凌，这个穿着校服唱着爱你的甜心领袖。她一出现在舞台上，就瞬间在年轻观众心中掀起了一场记忆杀。而新改版的你好，星期六在题材上其实也是走回忆杀路线。先说说内部设计，节目组再现了80后、90后小时候的店铺，什么音像店，什么奶茶店，还有路边的小摊。跑六街的主题一出来，还真有那么点味道呢。句号。当然 Good 6 Street 的设计只是一个雷同，真正精彩，真正轰动的还是每期秀常请来的嘉宾，那真是一场回忆杀啊。比如第1期徐松，号称大陆周杰伦，一个素食主义者，一个灰色化身，那真是一代人的青春回忆。首期节目中，徐松连续演唱了一首经典歌曲，不仅让观众玩得不亦乐乎，也让他们看到了徐松的综艺感。第2集就更好了，一口气把3个儿时的偶像放在了一起。他们包括演唱1000个悲伤的理由的郑源，演唱我不是黄蓉的王蓉，还有侯晓。看到他们3个，真是能留下时代的泪水。他们或许不是那个时代最炙手可热的歌手，但他们的一首歌确实曾经占据了我们青春的回忆。正因如此，这2集才如此火爆，着实让无数观众泪流满面，无人能及。第2，有笑有泪。这一季你好星期六，除了邀请杨紫加盟，还有一位新人入驻，颇为惊喜。那是单口相声演员李雪琴。虽然李雪琴的戏份不多，但她的笑声真的很好。比如第1集中，她和徐松一行人打了一场比赛，戴假发的部分就很搞笑。一开始，许嵩戴上假发，瞬间成为了台上唯一的非主流人物。后来，李雪琴让他把假发戴在他头上，以配合徐松，还特意把他戴在了和徐松相同的方向上。尴尬瞬间变成了笑声。因为当徐松和李雪琴一翻头发的时候，就是杀人灭口的记忆杀手组合啊！可以说，单从这个细节就可以看出李雪琴的喜悦和笑点。至于第2集，就更搞笑了。李雪琴和王鹤棣他们闹翻了。他们一边唱着，一边故意拼命地散开用作背景的树叶，还有喷在田野上的鼓风机。
这种年轻人之间的玩笑真的很有趣。至于泪水，这部《你好星期六》也更不用说记忆杀戮带来的泪水了。就说第1集的结尾，徐松唱着一首好歌，突然全场大合唱。大幕拉开，徐松才发现大幕后有数百人，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粉丝。他们是听着徐松的歌长大的，也听着他的歌进入大学和中年。这真的让我很感动，尤其是最后一个 Mango 的摄像师为了见他而专门申请跟踪徐松。这就是偶像的力量，这也是这次 Hello Saturday 改版带来的最大变化，让大家一起回顾过去，也让大家和偶像一起面对未来。第3，杨紫不仅名气很大，她的搭配感也是非常强悍的。很多人认为杨紫只是对拍星期六进行了关注和评价，其实坦白说，看了2集杨紫的表现之后，你会发现杨紫的搭配感是非常棒的。比如这一集，杨紫就和自己的大爱人乔欣玩了一场投机游戏。在他开始的时候，他很好，尽管如此，到最后1点哄孩子的时刻，杨紫和乔欣很快陷入了无尽的循环。杨紫从《西游记》开始提醒，继续讨论牛魔王，最后说的是牛魔王之子，说的有道理。杨紫的线索很不言而喻，乔欣却是想不通。最终，杨紫要发狂了，直接投降的宣言让人觉得很有趣。在节目的主播中，杨紫和谭健次讨论了他们是如何成为网友的，这也很精彩。大约在那个时候，谭健次录制了一个合奏节目，杨紫无疑很享受，于是他找到了最亲密的伙伴开始聚会，并找到了谭健次的主人公，并不断得到一些关于剧情的信息。谭健次刚听说这个人是杨老师，还以为他是历史专家，就连连跟杨紫说话，小心翼翼。直到电视剧大结局之后，杨紫才没有问，谭健次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人就是杨紫，只为了追剧才让他当主播。可以说，杨紫的性格其实也是个大杀器。更何况，杨紫还提到了他和杨紫琼的尾巴，同样很迷人。可爱、有趣、大气，这就是杨紫。这也是杨紫本季参演剧集《嗨星期六》时评价火爆的原因。可以说是杨紫救了何炅的职业下垂，这绝对不是误传。大家怎么看？02向往的永远连续看，道具与造假联系在一起，龚俊张艺兴又在煽动好坏。在所有电视台和网络舞台中，湖南卫视的真人秀等文艺节目持续有效，通过模仿和发展，制作了各种著名的无剧本电视剧和文艺演出，并且可以连续播放几季。比如过去的项目，比如《爸爸去哪儿》、《我的女孩男孩》、中餐厅、亲爱的客栈艺术家、花儿与少年等等生活也。开播以来永远的向往这几年上映以来，知名度都很高。解释很基本，从3个角度来看。一是这部剧主要由2位媒体前辈何炅和黄磊出演，一个是著名的湖南卫视，它有很强的说服力和伟大的联想。无论是在观众面前，还是在无剧本的电视剧中，它都有一个和联盟的优势领域，保证程序的顺利运行，可以判断出任何的耻辱。另一位是影视界资深艺人，也是湖南卫视无剧本电视剧的常客。除了具有特定的地位和说服力这一事实之外，更重要的是，他是一位体面的厨师，一天3餐无论如何都值得称赞。这种能力在名人中确实很吸引人，所以他可以支持这部无剧本的电视剧，66%的时间真的在计划装修、做饭和吃饭。就这样，何炅和黄磊分工合理，互相完成，他们是必不可少的，没有彼此，演出就无法进行。二是这部剧的明星多，除了何炅、黄磊之外，还有彭昱畅、张子枫等常客。中心的每个节目都有更多的明星，不仅有何炅和黄磊的老搭档，还有著名的娱乐圈 VIP 海量播数，每一集都能有一些特色和粉丝的追捧，这也造就了节目的热度，保证了被调查的理由。第三就是这档节目的主题风格和节奏，主打慢生活，每期节目选定一个地方，融入当地风土民情和自然风景，
沉浸式体验乡村慢生活。无论是明星客串还是常驻嘉宾坐镇，都在享受随性自然居家的慢生活，与娱乐圈的快节奏截然不同。所以不仅明星体验不错，观众观看节目也能隔屏感受到那种舒适安逸，觉得很放松很治愈。但是随着这档节目越办越久，换汤不换药的模式逐渐让人审美疲劳，热度和口碑都在下降。不仅观众如此，估计连节目组和主要嘉宾自己也会感觉有些无聊乏味了。就是在这档节目被质疑越来越没意思，有些变味的时候，节目好像也是流年不利，各种质疑热搜不断，看似很无辜很无奈，但也难免有消费质疑博关注炒作增加热度的嫌疑。比如这季节目开始不久，节目组就被质疑有洗碗阿姨帮忙收拾厨房，不是嘉宾洗碗，后来节目组出来辟谣。然后之前沙溢再次参加这档节目，本来害怕晕船，却被黄磊拖着出海，然后全程几小时都在晕船，啥都帮不上，让人觉得沙溢白去了。而在卸货的时候，刚刚捕捞出来的海鲜居然都是硬邦邦的，可以理解海鲜上岸死得快，但那么硬，像冰冻效果，所以被网友和观众质疑这是节目组提前准备的道具，质疑其真实性。虽然随后节目组回应辟谣，但也给这个节目留下了不少质疑。